谁让江家最近风头太盛了呢？先是少族长江玄得到荒天神女青睐，又出现了一位血脉返祖的妖孽，现在更是诞生了一个疑似转世的，是神灵的神古妖孽。江家一下子冒出了这么多妖孽，那些古老大教圣地肯定坐不住了呀。尤其是不朽赵家，本来和江家就是死对头，怎么可能坐视江家强盛？现在这高额的悬赏，非得让赵家赢，明就是被江家逼急了。江家不也用同样的悬赏，把不朽赵家和那几个道统给挂起来了？随之又有人跟着道，只是赵家联合了好几个道统，江家有点独木难长。看之哦，江玄眉头一皱，看向掌柜，冷声问道：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多方围剿江家弟子，这个掌柜却坐视不理，这是为何？”掌柜一愣，脸上泛起了一丝不喜。他好歹也是江家的人，分掌王城的客栈，寻常的二流势力之主，见到他都得客客气气的。你一个化灵境的散修，哪来的底气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？这时，江玄面容一阵扭曲，在神庙的道运下，转变成了江乾坤的模样，就连气息也一般无二。出门在外，杀人夺宝，假身份最好使，尤其是本来就和他有仇怨的江乾坤，使用起来就更加没有半点心理负担了。若是整出什么事了，也全是江乾坤背锅。祖弟失恋后，虽然一直没机会弄死江乾坤，但现在能恶心一下对方也是极好的。乾坤少尊，掌柜脸色陡然，腿都吓软了，连忙躬身拜礼，江三拜见少尊。整个客栈陡然一静，所有人的目光全都汇聚在了江乾坤的身上，敬畏有加，深圳。但是方才谈论悬赏的那几个人已经冷汗淋漓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。少尊饶命，少尊饶命！江玄冷淡地瞥了眼众人，而后目光落在了掌柜身上，究竟是什么情况？为何任由这些势力的弟子围剿我江家弟子？掌柜身形站立，产声道：“回禀少尊，王城之中存在禁令，化灵境以上的修为不可避免，在城内私斗，否则护城大阵会自行将其绞杀。现在还是年轻一辈的争斗，没有上升至老一辈的修士，不然全面征伐，哪一家势力都承担不起。”江玄眸光一冷，华灵境界以下，是这样的。掌柜头埋了下来。江玄无语，这狗屁的王城禁令真够随意的。旋即也不再犹豫，化作一道神辉，冲出了客栈，迎上了围剿江家弟子的各方势力。他要大开杀戒了。第43章，江乾坤，你该死！江玄现在假扮江乾坤，为了不生出谬误，所以并没有调动半点灵力，只是运用肉身力量，对着一个身着赵家服饰的华灵境在大开杀戒，砸了下去。朴实无华的一拳，没有半点神异之处。这位赵家弟子心中预警，注意到了江玄，见对方的修为只有化灵中期，不禁冷然一笑，不知所谓，体内灵力汹涌而出，加持自身掌握的水之道义，瞬间中间幻化为海，惊涛骇浪，反扑江玄。他好歹也是赵家天骄中的一员，在30余岁的年纪，已然达到了华灵境巅峰，又只掌水之道义，放眼整座王城，也算是赫赫有名。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小子也敢偷袭他，简直是找死！但江玄有多强，没人知道。就算是江玄自己，对自身的实力都没有一个很直观的认知，哪怕只是肉身力量，亦是如此。先是出不住救了不灭雷体，后又打破肉身极限，如今更是踏入了化灵境6重。他肉身的恐怖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法量化的程度，至少绝对超越了化灵境的层次。朴实无华的一拳缓缓落下周遭虚空，天地规则随之紊乱翻涌，仿若形成了一方禁法领域，拳头所至之处，万法尽消。赵家这位华灵弟子以水之道为本，以水之道为本，以水之道为本，演化的汪洋自然也是如此，甚至算不上被摧毁，更像是层次上的绝对碾压。瞬间消融，浑厚的水之道义也随之尽数消散，拳头落下了，落在了这名赵家弟子的脸上，并没有想象中的暴力美学，也没有肥脸扭曲、鲜血飞溅的场景，只是定格在这一瞬间，赵家弟子的眼神充斥着面对死亡的骇然和惊惧，然后很快便失去了光彩。肉身上出现了一道道裂痕，看上去不像是他肉身崩裂了，倒像是这些裂痕将他团团包裹。一阵风来，这个人消失了，只有一团团的裂痕和朦胧的血雾飘散了开来。江玄收了拳头，他对自己的肉身有了大概的认知，化灵境层面上非抵御深厚的天骄妖孽一拳足矣，旋即淡定地走向了下一个人，递出一拳，带走一个人，带来一团血雾，速度不算快，毕竟围剿江家弟子很多，粗略看去至少也有数百人。不过江玄杀人很快，一拳一个，不过数个呼吸的时间，江玄已经阻止了这条街道。混战，杀完了，还有零星的几个被江玄吓破了胆，慌不择路的逃了。江玄也懒得追，也就放了。那几个一条生路，死的人不算少，江玄杀了很多，但先前江家弟子被围剿而陨落的。一条青石铺就的街道蒙上了一层血色，血色下尸体横乱，幸存的尸体还活着。江家弟子怔怔地看着一幕，有些失神。他们被赵家等几大势力的弟子围剿，拼命厮杀了很久，本来已经精神疲惫，几近绝望了，自然也就有些无法消化。这突然而来的反转，江玄俯身，自以为已经倒地的江家弟子手中拿起了一柄灵剑，上面篆刻有“赤心”二字。赤心人看了看这位江家弟子自他腰间的身份令牌，读取了他的名字和信息。赤心，人名赤心，剑名亦是赤心，这应该是一个纯粹的剑修，出身平凡的剑道天才，努力了10年，终于获得了机会，拜入了江家驻扎在王城的分部，成了半个江家人。还没来得及一跃龙门，腾飞而起，就应东神州各大道队，针对江家而掀起的混乱陨落于此。或许这就是他的命运，一个小人物的悲哀，也是这修行界大多数修士的宿命。尤其在这大势将至的时期，如赤心这样的修士，这样的结局每时每刻都在上演。没有背景底蕴，机缘自然会被最先淘汰出局。淘汰完，紧接着就是小家族、小势力、三流、一流，乃至他们江家这样的长生世家顶级。
大势争夺，争得过则度之，争不过就像赤心一样，接受命运齿轮的碾压，永远的倒下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江玄回想起了江红逆走天柱的时候道出的那句神音，不禁露出了一抹淡淡的光芒。他好像有些悟了，丹田处的黑洞仿若有所呼应，轻轻颤动，荡漾出一缕玄妙的气机，自然弥散出体外，给江玄添上了一抹特殊的韵味。朦胧、神秘、诡谲，似道非道，似神非神，剑道显化，冷冽的剑气多了一份道不明的锋芒。江玄抚摸了一下，赤心渐渐深，感受着剑刃的锋锐，淡淡一笑，而后看向众人，轻声吩咐道：“收敛一下牺牲的江家弟子，我去杀人。”于是江玄提着剑走出了这条街道，幸存的是10余位江家弟子，怔怔的望去，骇然失神。这位是乾坤少尊，一己之力轻松戮杀近100人，不乏修为在他之上的弟子，这份战力恐怖至极。而这时，一道璀璨的剑光如长虹贯日，划破了王城的上空。江泉如鬼魅，行走于一个个混战的现场，冷冽如霜。如霜的锋芒剑气，如6月之雪，带走一位位鲜活的生命。剑鸣烈烈，王城虚静。锋锐的剑意加持赤心剑，划破一个又一个人的喉咙。江玄走到哪里，尸体就摆到了哪里。一人提剑，逆着人群，将拳而行，逼得几大势力的弟子节节后退，骇然失色。直到赵家分部的门口，迎一声清脆的剑鸣，江泉又消手了一位赵家弟子，抖了抖剑身，将这弟子的脑袋弹进了赵家分部。江玄眼眸微抬，淡漠地看着眼前这一群被吓破了胆子，已经躲进了分部的赵家弟子，冷声道：“一个时辰，人生内谁出来谁死。”赵家分部中有赵家执事作证，修为达到了天元境，他显然无法攻入其中，但有他在这里堵着赵家，赵家也只能捏着鼻子认。此言一出，全场震怒，残剩的赵家弟子全都死死地盯着江玄，却忌惮于对方的恐怖实力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堂堂江家少尊却亲自下场，对付我们这些普通天骄，无耻至极。一位赵家天骄横声骂道：“没错，或是料定江玄不敢当着执事的面对他们出手。”这些赵家弟子都手然挺了起来，义愤填膺地怒视着江玄，骂声不止。江玄笑了笑，自眸底掠出一抹锋锐的剑意，嗡，剑意锋芒以无法形容的锐利，急速割裂了虚空。一同割裂的还有最先怒骂的那位赵家天骄的脑袋。竟一众赵家弟子噤若寒蝉，吓得脸色发白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他们万万没想到，当着执事的面，江乾坤居然真的敢动手。江家少尊当真这般霸道无稽，找死！赵家只是脸色一变，盯着江玄，双目喷火，当着这么他的面斩了一个赵家弟子，这已经不是在打他的脸了，简直是把他的面子放在地上踩啊！不仅如此，若是他现在不能妥善处理自己这个执事的位置，恐怕也要保不住了。杀了他！赵家只是咬牙切齿的低吼道：“诺！”10位黑衣人走出，眼神平淡麻木，仿若死人。唯一的波动就是对江玄的杀意。死士足足10位化灵境巅峰的死士，王城存在禁令，化灵之上不能私斗，那就用化灵境的死士堆死对方。都到这个份上了，他也顾不得什么各方势力握手。江乾坤今天必须死！10位死士出动，带着死气的气息，彼此交织，竟联合成一方不俗的战阵，威力不容小觑。江玄眼眸微微眯起，眸底寒芒吞吐。明明是青年一代的征伐，打不过了直接上死士，赵家是真特么的无耻。不过江玄倒也不太在意，以他现在的实力，若是换作10个化灵境巅峰的妖孽，他或许难敌。但是这种生来就是为了死的死士，来再多都是一样。可就在张玄准备动手让手中的赤心剑多赢几个人血的时候，却出现了点变故。胡闹一声威严的怒斥从天外而来，形成了一股恐怖的威压，如一座神月横在所有人的身体上，包括江玄。轰！江玄身体一沉，强如他的肉身竟出现了颤抖，崩出了血珠，仿若不可知。第44章悬赏江玄。江乾坤背锅侠。第二剑，一剑重创赵括，第二剑自然轻松消受。赵括的脑袋滚落在地，他凸起的双眼，惊骇的神情还挂在上面，此时已永远的念。本来站在分部门口的赵家弟子看到这一幕，咽了咽口水，根本不敢有半点迟疑，瞬间慌不择路地逃进了分部之中。连身负道体的赵括都不是江乾坤的一合之敌，更何况是他们。可以可见，这些赵家弟子虽依靠着大殿的阵法，但他们身体却都在止不住的颤抖，显然已经被吓破了胆。江玄淡淡的瞥了一眼，摇了摇头，这些赵家弟子已如丧家之犬，再杀也没什么意思了，旋即提着剑离开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江玄和一个书生擦肩而过，江玄没有在意，但书生却逐步回头望着江玄离去的身影，眸中闪过一丝费解。此时的赵家分部中，方才那位老者，也就是赵家长老赵四，顾不得自身伤势，飞身而回，颤颤巍巍地捧起了赵括的脑袋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，一行泪水流淌而出。赵括是他的亲孙子，没有愤怒，没有嘶吼。赵四只是平静地对众人说道：“传长老令，悬赏江乾坤，敢将乾坤者，赐道药3株，圣级传承1部。”闻言，赵家一众弟子全都惊了，用3株道药和圣级传承悬赏江乾坤。长老这是否？要知道，就算是江家那2位妖孽的悬赏，也才1株道药和1部准圣级传承啊。赵家悬赏江乾坤的消息以飞快的速度传遍了王城，一时间整个王城都轰动了，甚至就连在王城前修的诸多强者也被惊动，纷纷走出欲了解详情。3株道药，1部圣级传承，就算是他们也极为心动。本就动荡的王城顿时更加混乱了起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江家分部，蠢蠢欲动。这一次，所有人都记住了江家少尊江乾坤这一个江家天骄，一人逆杀赵家及几大势力诸多弟子，更2剑斩了赵家的绝世天骄赵括。这份战力放眼东神州青年一代，也足以排得进前10吧。而就是这么一位精彩艳艳的剑道天骄，居然还只是江家的少尊，那在他之上的少族长江玄以及那2位妖孽，又该拥有怎样的恐怖实力和变态天赋？江家果真深不可测，
血养如血，沐浴王城，混乱多日的王城在江玄的剑下迎来了短暂的和平。但在这份平静下，有无数人心神难安，忧虑繁多。江家这一代的强大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，当然，更多的是蠢蠢欲动，杀心难耐。其中，刚已不朽赵家最甚，孙子死了，赵四现在冷得可怕，他已经渐入癫狂，一心只想弄死江乾坤。可王城的护城大阵就像是悬在他脖子的刀子，让他根本无法煽动。而就在这时，一位神秘书生的到来，给予了赵四为孙子报仇的方法。第45章钓鱼执法。江家王城分部所在，江玄坐于首位，一边擦拭着赤心剑身上残留的血渍，一边看着坐下的众人淡漠问道：“据说损失如何？”主管此地分部的张执事连忙起身，躬身行礼，颤声道：“回禀乾坤少尊，王城分部本有700余位青年弟子，天骄者53位，而今已不足一半。”问赤心剑轻颤，剑鸣声在大殿中回荡，一抹冷冽的剑意萦绕盘旋，仿若选手而立，令人心悸。为何不将此地情况禀告族内？江玄语气微冷，质问张执事。张执事脸色一变，吓得扑通跪倒在地。少尊明察，3日前我已经禀告长老，可长老未曾回应。哪位长老？4长老。张执事连忙道。江玄眼眸微垂，心中顿时升起了一丝警惕。4长老是江乾坤一脉的人，而且禀告的时间点刚好是3日前，也就是他离开江家的日子。他不信这只是巧合，毕竟他在族内的时候是有江乾坤的人在监视着他，只是对方修为很弱，监视手段也很拙劣，他并没有在意，随便一个障眼法就糊弄了过去。在联合眼前的事，容不得他不多想。在祖地中，他夺了江乾坤传承，他不认为江乾坤是一个好人。江乾坤能忍得了这口恶气，或许江乾坤已经猜测到他离开了江家，来到了王城，可能性虽然不高，毕竟他对天眼秘术还是有信心的，他的行踪应该不会暴露，但哪怕只是一丝可能，王城他也得小心提防。江乾坤那个坏损隐着呢，应该是传讯预付出了问题，4长老那边没有收到讯息。江玄现在冒充着江乾坤，也就以江乾坤的口气对张执事说道：“你且将王城的情况禀告给3长老。”是。张执事恭敬道：“王城近来为何会聚了那么多散修？”江玄询问道。王城固然是繁荣之地，又有开放的跨域传送阵，每日来往的修士很多，但很少会有大量散修汇聚于此。毕竟散修的修士修炼极为艰苦，修行资源全靠自己，可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。回禀少尊，王城100里之外的稷下学宫遗址将会在今晚开启。但是恭敬禀告道，稷下学宫是上古顶尖道统，虽然已经覆灭在域外强敌之手，但遗址尚存，或是遵循学宫夫子的遗志，学宫遗址每10年便会开启一次，从30岁以下的修士中随机选中有缘之人，赐予稷下学宫的传承。稷下学宫，江玄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可有稷下学宫往年开启后赐予的传承？有。张执事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一个记录玉符，里面记载着目前所掌握的稷下学宫的所有信息，包括历次赐予的传承。江玄读取信息，某地不禁泛起了光彩。100年前赐予的传承，居然是一尊真神强者的正道感悟，这无疑是戳中了江玄的内心。他偷偷溜出江家，不惜跨域前往远在南神州的真神秘境，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能在300年内突破真神啊！他不想死，而稷下学宫遗址所赐予的真神得正道感悟，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东西。他若能有幸获得，未来突破真神的把握也就大了很多。几乎是一瞬间，江玄便下定了决心，这个稷下学宫遗址他必须去。几时开启？江玄表面不动声色，淡淡问道：“亥时。”江玄颔首，环视众人，淡淡道：“亥时，吾会前往稷下学宫遗址，尔等不用跟随，且待在这安心疗养。近几日也休要再起争斗，一切等待族内派人前来后再做定夺。稷下学宫遗址是随机挑选有缘人，赐下传承。江家弟子若是都去了，无疑会将这份几率大大降低。换言之，这就是抽奖。如果抽奖的人数太多了，想中奖就难了。稷下学宫此次的传承，虽不一定也是真神强者的正道感悟，但哪怕只有一点可能性，他也志在必得。那怎么才能保证自己一定被稷下学宫选中呢？很简单，只有他一个人去就行了。”众人彼此互视了一眼，心有疑惑，不解少尊为何不去，为何不让他们前往？若有意外，以他们的实力，也可以帮衬少尊1、2，但也不敢违背少尊的意志，只能恭敬回应，谨遵少尊令。另一边，王城100里外的浩然台，也就是稷下学宫的遗址所在。这是一整块乳白色的玉石，光秃秃的一片，纵横千丈，光滑如镜，倒映着柔和的光华。此时的浩然台，在海外也有很多散修汇聚，等待，怀揣着深深的渴望，死死地盯着玉石，生怕错过开启的时间。即使距离稷下学宫开启还有足足2个时辰，在这个道统林立，强烈的叹息。在这漫天的世界，散修普遍悲苦，修炼资源难求，上乘的传承更是无处可求。绝大多数一辈子都挣扎在底层，蹉跎终生，无往一探道途之巅峰。哪怕他们当中其实有很多人天资都不弱于人，可称一句天骄，但不曾拜入势力，没有机缘眷顾，修炼资源稀少，修炼功法更是十分低端。纵有再强的天赋，最终也只能你为众人所以。稷下学宫是他们为数不多可望又可及的机缘。秉持夫子遗志的稷下学宫遗址，随机挑选有缘人降下学宫传承，便意味着无论是否有背景，亦或天赋高低、战力强弱，都有着一样的机会。公平公正，但无人发觉，在那光秃秃的玉石上，其实站着数十个人，以2人为首，一者羽扇纶巾，儒雅的书生模样，狭长的嘴唇带着刻薄的笑容；另一人则是不朽赵家今日才赶到的长老赵四，身负荣道境修为的强者。魁先生，真乃神人！赵四看向身侧的书生，略有恭维地道：“稷下学宫乃上古顶尖士，力哪怕只剩下1人，一道遗址也蕴含无尽神意。我赵家执掌王城数万年，时常有阵道强者前来，欲破解稷下学宫遗址，将其收入囊中，却都无从下手。
没想到魁先生竟这般简单，便将其破解并化为己用，佩服佩服！魁先生摇曳着手中的羽扇，呵呵一笑。赵长老言重了，若不是有你手中的酸泥符，在下也无法这么顺利破开遗址。稷下学宫毗陵王城自然暗藏隐秘，他也是在圣主的告知下才知晓，原来上古王城的城主竟是稷下学宫夫子的亲传弟子。夫子曾授予这位弟子3道神符：酸泥符、避暗符和腹泻符。3道神符可操纵稷下学宫的阵法，亦是稷下学宫的信物。后来，这位弟子成就长生之名，为抵御域外强敌及东神州大半人族之力，打造了这座王城，并将3道神符打造为掌控王城的王令。上古结束，王城没落，如今的王城由3大世家把控，3道神符自然就没了。竟然也分落到了3大世家手中。不朽赵家执掌的正是酸泥符。依魁先生所言，若集齐3道神符，可全面开启稷下学宫遗址，取出稷下学宫的核心传承。赵四反复确认道，稷下学宫的核心传承，据说品质更在圣级之上。他赵家不说培养出一个妖孽，至少能让几位身陷大限的虚神境老祖有了冲击真神的可能。魁先生淡淡的瞥了一眼赵四，呵呵一笑。正是如此，在下无心于稷下学宫的传承，指望赵长老此次能全力出手，将那江家少祖长江玄永远留下。先生放心，我赵家和江家乃是世仇，就算没有先生，也会不见。即一切代价将其除去。只是赵四有些疑惑，不禁问道：“敢问先生，如何知道江家江玄身在王城？又怎么确定他一定会前来？”但赵四心里想的却是，管他什么江玄，江乾坤必须死愧先生。摇了摇羽扇，笑而不语。赵四会意，歉意道：“是我唐突了，先生勿怪。这位魁先生疑似阴阳圣地的人，而且地位好似并不低，绝对不能招惹，不然恐会为他赵家带来灾祸。”魁先生没有在意，轻轻地摇着羽扇，淡漠的目光越过了眼前一群蝼蚁般的散修，望向了恢宏的王城。他清楚，江玄就在其中。若非王城中存在禁令，有强大阵法限制，他现在已经出手将其就地取全。